各位朋友，大家好。关于赤壁之战，我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在中国历史上的诸多战役中，赤壁之战的知名度可以说几乎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呢，因为有关赤壁之战的历史，我们大多是来自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影视剧，这样就造成了虽然它的知名度很高，但是它的真实性却被大打了折扣。在这场战役中，我们很多熟悉的桥段，比如说借东风、草船借箭、舌战群儒等等，与历史上的真实情况都是大相径庭。所以呢，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聊一聊赤壁之战，聊一聊《三国演义》之外的赤壁之战。其实这也是继续上一期关于诸葛亮的内容，咱们这期的节目还是从诸葛亮开始。有的人是出道即巅峰，有的人出门就是坑。诸葛亮无疑是后者。他是在公元207年12月被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山，到了公元208年的7月，也就是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曹操就来了。刘备与诸葛亮君臣二人还没有完全磨合好，诸葛亮就要被迫进入刘备的节奏中去了。什么节奏呢？就是跑路。那曹操怎么这么快就来了？中国的北方那时候袁绍的残余势力刚刚清除干净，曹操连休息都没休息，就赶着奔着南方来了。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因为曹操得到了消息，说刘表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曹操知道刘备就在荆州，他担心刘备会把荆州抢走，但更担心的是江东，因为在这之前，孙权经过5次战役，杀死了黄祖，已经是打开了荆州的东大门。如果江东最终吞并了荆州的话，那么他的势力将直接威胁到曹操的统一大业。所以曹操不能等，必须抢先拿下荆州。刘表自然不是等闲之辈，他早就想好了一个万全的脱身之策，就像接到了一个骚扰电话一样，他说挂就挂了。曹操7月份起兵南下，刘表8月份就挂了。刘表去世以后，他的那位七舅蔡瑁以及他的那位小姨蔡氏夫人就迫不及待地拥立刘表的幼子刘琮上位。刘琮上位以后，召开了第1次荆州集团的董事局扩大会议。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集团的董事局会议，因为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是散伙投降。刘琮都觉得这样是不是太草率了？毕竟荆州是他父亲一生的心血呀，就这样白白送给曹操了吗？他刚发出这个质疑，马上就有一位姓傅的大臣说咱们荆州如果抵御曹操的话，只能依靠刘备。刘备是打不过曹操的，所以荆州还是要被曹操占据。即使说刘备打败了曹操，那么荆州也会是刘备的，所以里外里都跟咱们没什么关系，还是投降干脆。刘琮一听，言之有理，那就散伙吧。荆州就这样决定了要投降曹操，都做出了投降的决定了，刘琮才想起了一件事儿，说我好像没有通知刘备啊。于是呢，就派出手下的一名大臣去通知刘备，我们投降了，您看着办。派出去做这件苦差事的大臣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不过呢，他有一个让人觉得别扭的名字，叫宋忠。他去给刘备送信，他叫宋忠。他的这个名字虽然起得有点大义凛然，一副是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就没打算活着回去的气概，但是呢，他确实是一个饱学之士。上一集我们提到了诸葛亮曾经就学的那个学业堂，他就是那里的金牌教师，在当时来说，他也是一个公认的大儒。刘备得到消息以后，知道这次自己又尴尬了。以前他是驻守在樊城，背靠着荆襄的大后方，现在他要正面面对曹操的大军，而后面不再是后方，也变成了投降曹操的势力。刘备这时候深深的知道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又要回来了。刘备在遇到诸葛亮之前，有人统计呢，曾经打过16次仗，7胜9负。听起来呢，战绩并不是特别差，
但是呢，刘备取胜的那几场，一部分呢是对黄巾军那样的乌合之众，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取胜了，但是胜的也非常惨。而刘备失败的那几场，每一次都能把刘备打成了重症监护，特别是对曹操，刘备就没赢过，每一次都被曹操打的是满世界乱跑。但尽管如此，应该说还是曹操成就了刘备的名望。因为与曹操屡败屡战，虽然刘备打败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被打死，多次在曹操手下侥幸逃生，所以在世人看来呢，曹操就成了刘备的一个巨大的背景板。强大的曹操打不死刘备，刘备也就成了刘小强，姓刘名备字玄德，号小强，打不死的小强。在当时那个军阀割据的局面下，刘备已经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已经成了一面抗曹的旗帜。所以之前刘备不管是投奔袁术、袁绍还是刘表，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接纳。这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刘备的价值。所谓英雄识英雄，曹操说过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这句话曹操是出自肺腑的，他并不是简单的想试探刘备。在曹操的心目中，刘备的上升空间还有很大，他的上面没有天花板。刘备这时候在新野已经待了8年，是他整个的跑男生涯中休息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刘备曾经向刘表抱怨说，因为长期的不骑马，他大腿内侧的肉都长了出来。现在他不用抱怨了，他的刘畊宏时间到了，可以动起来了。刘备先让关羽带领着自身的精锐差不多1万多人从水路去江陵，自己呢带着剩下的部队从陆路去江陵。路上呢，他路过襄阳城，襄阳就是荆州的郡望，刘琮就在里面。刘备在城外喊话，要与刘琮见一面，但刘琮无眼见他的玄德书。刘备在城外大骂刘琮，就这样败坏了父亲的基业。本来诸葛亮是劝刘备顺势拿下襄阳，毕竟这时候刘琮已经投降了，但刘备记着当初刘表对他的嘱托，要他辅佐他的儿子们，所以不忍心下手。诸葛亮也不好勉强。刘备骂完了刘琮，祭奠完刘表，继续赶路。这时候襄阳城内的几万名百姓和士子们纷纷的跑出城来追随刘备。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他们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我想是有2个。第一，是因为刘备的仁义之名。有人说刘备是假仁假义，但当时襄阳城内的百姓和士子对此已经做出了回答。这些人并不是被人蛊惑的，刘备在当时来说确实是有仁义之名。而这些人追随刘备以后，刘备的表现更加印证了昭烈皇帝的仁字不是白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曹操要来了。曹操的名声与刘备完全相反。曹操不仅是喜欢屠城，还喜欢移民。移民在现在看来呢，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每个人呢都可以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没有人会选择去卑州那里的食人部落去移民。移民到那些地方倒是有一点比较方便，就是在你填移民申请表的时候，关于你的身份这一栏，不管你是医生也好，律师也好，工程师也好，还是一般工人也好，所有人的身份都是一样的，都是实物。曹操那时候的移民就激起了很多的民怨。曹操的移民政策主要是2个方面，一个是少数民族的内迁，大量的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了中原，这也为后来的西晋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原汉族人的异地迁徙，那是不以你个人意愿为转移的，完全是在一纸命令之下，你就要全家移民到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甚至是鸟不拉屎的地方。移民之路以及以后的生活可以说是危机重重，九死一生。为此呢，还激起了一些民间的起义，而曹操又竟然允许鲜卑人率军队进入内地，来剿灭这些汉族人的起义。
荆州的百姓与士子用脚投票，背弃了不义的刘琮和残暴的曹操，而投向了刘备的怀抱。这本身就比后世的很多史学大家们费尽笔墨质疑刘备的仁义和曹操的残暴来的实在的多。带领着这么多百姓一同前行，以前善跑的刘备也算是被绑上了沙袋。这时候他每日才能走10几里。当时周围就有人劝他说：“主公，咱们这样走太慢了，曹军马上就要追上，咱们不如先离开这些百姓，轻骑占领江陵，然后回来再来接他们。”但是这一提议被刘备坚决地否认了，而且还留下了那句穿越时空的话：“夫成大事者，当以人为本。”曹操那边可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善于用兵的曹操当然知道兵贵神速的道理，所以这时候他带着他手下的精锐中的精锐5000虎豹骑，一日一夜强行军300里追赶刘备。这时候曹操已经是53岁了，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一日一夜的就骑在马上强行军，和那些小伙子们一起奔跑。曹操也真是拼了，所以说只有雄才大略、智商超人那是不够用的，你不够拼就赢不了。说到这儿啊，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个疑问，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火烧新野、火烧博望哪儿去了？那可是诸葛亮出山以后帮助刘备烧的前2把火，再加上他策划之下烧的第3把火，火烧赤壁。这3把火可真是把曹军烧得跟哈士奇似的。那么前2把火哪儿去了呢？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前2把火都不是诸葛亮烧的，是纵火犯罗贯中干的。在历史上并没有火烧新野，火烧博望倒是有，不过那是在5年前刘备烧的，被烧的是夏侯惇和于禁。曹军很快就追上了刘备，刘备看已经被追上了，无奈之下只能放弃了随行的百姓，带领着诸葛亮、张飞等一小部分部队率先逃亡。这时候他的家眷就被留在了后面。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在正史上，刘备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刘备确实是经常抛下自己的妻子先行逃跑。刘备对兄弟、对士卒、对百姓都还是不错，但对他的家眷是经常被人诟病的。此时跟随刘备的是他的妾室甘夫人，以及他们的儿子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刘禅。甘夫人出身贫寒，虽然非常的美丽，但也只能做刘备的妾室。刘备在之前有过几任正室，甚至还有可能有嫡长子。当年吕布偷袭下邳，就掳走了刘备的妻子。现在我们说妻子指的是一个人，而在古代呢，妻子指的是多人，指的是妻子和儿子，所以至少是2个人。既然说的是妻，那肯定指的不是甘夫人，因为甘夫人是妾。在古代，妻与妾是绝对不会混淆的。后来吕布还是奉还了刘备的妻子，但后来这位刘备的正室夫人和他的孩子就不知所踪了，或许都已经死于战乱，或者是逃亡途中。刘备后来又娶了一位糜夫人，糜夫人是徐州首富糜竺的妹妹。当时糜竺赞助了刘备大量的金钱和2000名仆从，而且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这是当年刘备收到过的最大的赞助。糜夫人后来也是不知所踪，历史上再无记载，应该也是早逝了。甘夫人追随刘备的时间很长，虽然一直没有成为正室夫人。赤壁之战以后没多久，甘夫人就病逝了。刘备感念她一路的陪伴，追封她为皇思夫人。因为甘夫人葬在了异地，刘备呢想把她的墓迁往成都，但就在这迁墓过程中，刘备在白帝城病逝。刘禅登基以后，在诸葛亮的提议下，追谥甘夫人为昭烈皇后，并与昭烈皇帝刘备合葬。
这也算是给了甘夫人一个最终最好的归宿。也许刘备知道被他抛下的甘夫人与刘禅还能够被找回来，因为在他身边还有一名忠实的将领，叫赵云。赵云护送了刘备一段路程，然后翻回头就去寻找甘夫人与刘禅。这时候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当阳，是在长坂坡。《三国演义》中，赵云曾经是7进7出，杀死了曹军50多名大将。虽然历史上并没有如此的夸张，但赵云确实是只身闯入了敌阵。常山赵子龙也凭此役在民间封神。赵云很快在乱军之中找到了甘夫人与刘禅，然后又护送着他们追上了刘备。甘夫人与刘禅由此脱险。刘备这时候就把断后的任务交给了另外一位他更加信任的大将张飞、张翼德。张飞就带着他的全部人马21名骑兵立在了河边。这时候虎豹骑的主将曹纯已经带着大军杀到了桥边。张飞在桥头一声大吼：“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来与我一战？”就这样就把曹军吓跑了。这可并不是一般的曹军啊，这是曹军精锐中的精锐。虽然这支部队已经强行军了300里，这时候已经是精疲力尽，但同样是这支部队，当年在与乌桓的作战中，曾经强行军500里，还拿下了乌桓首领蹋顿的人头，挂在了曹操的马鞍之上。他们怎么可能被张飞就这么2嗓子吓跑呢？不管是《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都是这样记载的。有些事情我们确实无法解释，但就是这样发生了。《三国演义》为了增加这件事情的可信性，还说张飞让士兵们拖着树枝在林间奔跑，弄起了很大的烟尘，让曹操以为他们后面有大量的伏兵。但在《三国志》中并没有这样复杂的操作，张飞就是这样立在河边，就是这样大喊2声，就把曹军变成了声控的灯泡，说亮就亮，说灭就灭。既然提到了乌桓，那我就多说2句。乌桓呢，是古代游牧民族东胡的一支。大家记得我们讲西汉历史的时候，曾经提到了冒顿单于。他就是在自身强大以后打败了东胡，一直把东胡向东驱赶到了辽东地区。后来东胡呢，在那里分裂成了2支，一支是以乌桓山为基地，这就是乌桓族，或者说叫乌丸族；还有一支就是以鲜卑山为基地，就是后来的鲜卑族。乌桓一族就是在三国时期被曹操征服的。他们最后一任单于就叫蹋顿。这样威武的张飞似乎是更符合《三国演义》中那个抱头环眼的黑铁塔，但历史上真正的张飞可并不是这副模样的，而且他以前也不是杀猪的。相反，张飞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张飞从小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尤善书法，特别是草书。而且张飞的相貌也不是小说中描写的那样。鲁肃第一次见到张飞的时候，还发出了一声惊叹，说在我们江东，周公瑾已经算是长得很帅的了，没想到在刘皇叔的帐下也有长得如此英俊的将军。张飞的一生只有一位妻子，就是夏侯氏。夏侯氏是张飞年轻的时候在山中遇到的，那时候夏侯氏不过是一个13、14岁的小姑娘。张飞遇到以后呢，觉得很不错，而且打听一下又是良家之女，所以就决定娶她为妻。夏侯氏是夏侯渊的从女，也就是侄女。所以这样的话，张飞与夏侯家就有了姻亲关系，也就是说，张飞与曹操也是亲戚。张飞与夏侯氏生有2女，后来这2个女儿都先后嫁给了后主刘禅，做了皇后。后来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归附了蜀汉，刘禅为了进一步的拉拢夏侯霸，还打出了感情牌，带着自己的皇后来接见他。
特意对夏侯霸说：“咱们不是外人，我的皇后就是你的外甥女。”张飞的2个女儿能做2任的皇后，从这儿呢，或许也能看出张飞的长相应该不差。如果第一桩婚姻就是他的大女儿嫁给刘禅是一场政治婚姻的话，那么刘禅在姐姐去世以后又娶了妹妹作为皇后，那恐怕就不是政治婚姻所能解释的了。或许张飞的2个女儿真的是国色天香的。这时候的刘备已经去不了江陵了，江陵已经被曹操所占，所以刘备转而奔向了夏口，因为夏口有刘表的长子刘琦。在路上，刘备碰到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最终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个人叫鲁肃，鲁子敬。这并不是偶遇，鲁肃是专门奔着刘备来的。刘备当然认识鲁肃，所以见到鲁肃以后就问说：“子敬兄所来何事啊？”鲁肃马上回答说：“皇叔啊，我是来奔丧的，没想到就奔到您了。”刘备回答说：“子敬，你来的真是太是时候了。刚才刚来了一个送终的，现在又来了你这么一个奔丧的。你们这殡葬一条龙搞得是真不错呀！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刘备还不够备呀？”鲁肃还真的是来奔丧的，不过呢，奔丧不过是个幌子，他是想看看荆州的形势怎么样。现在他已经知道了，荆州已经落入了曹操之手，所以他就问刘备说：“皇叔，你有什么打算？”刘备说：“我想去投奔苍梧太守吴惧，他是我的好朋友。”其实刘备这时候是在给自己挣点薄面，苍梧那地方都快到越南了，到那个地方去无异于逃亡。子敬马上对刘备说：“皇叔啊，苍梧太守能有多大的实力？皇叔何必舍近求远？您还不如跟我家孙将军来谈谈。”刘备这时候已经走上了绝路，所以与江东联合，这是他的一个最佳选择。这时候诸葛亮主动地站出来说：“刘皇叔，让我来代表您去见孙将军吧。”大家想想，这时候的刘备手里没有什么本钱，他拿什么去和孙权谈合作？诸葛亮这时候只有27岁，这又是他出茅庐以后第一次独立的为刘备做事，而且面临的又是这样一个严峻的局面，手中又没有什么底牌。如果诸葛亮此去没有与孙权达成合作协议的话，那么一方面来说，他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会大为降低，而且刘备也将陷入绝地。那么最终诸葛亮是如何说服孙权的？如果设想一下，不是诸葛亮去做这件事情，而是换刘备手下的其他的文臣，比如说孙乾、简雍他们会不会达到同样的效果？赤壁之战，曹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孙刘联军的胜利最应该记头功的又应该是谁？是诸葛亮吗？还是周瑜，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人？江东一向是人才济济，那么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说起来这些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无论如何这一期咱们是讲不完了。所以今天呢，我就先讲到这里，我会在最快的时间制作出第2期，希望在这个周末能与大家再次见面。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